之后我们使用到的是这颗纱圈刻模头，转速开到4。反复强调，就是刻模我们是要创造划痕，而不是磨薄顾客的假面。如果你使用机器刻模的情况下，转速一定要低，一定是4左右，不要开得太高。我们进行整假面的刻模。好，来看一下，所有的细节部位都要产生划痕啊，但是磨过的地方就不要反复打磨了，我们只要所有的部位有一条划痕，清晰的划痕就可以了。因为我这个上面没有多少死皮啊，我就把我刚刚打起来的那一点点死皮剪一剪就可以了。好，像这个样子，我们剪干净了我们甲廓上多余的死皮之后，我们来抛光刀口。抛光刀口大概是一样15左右的转速，用的是黄标，因为我的皮肤比较薄。粗一点的皮我们就可以用到什么红标之类的啊，进行一个抛光。刀口就是我刚刚剪过的地方。然后如果你黄标磨不动，就说明你的皮肤太嫩了，那么你就要使用到什么搭配前置处理液啊。好，像这个样子，我刀口的抛光就完成了。接着我们用这个小软刷蘸取95的酒精，清洁干净整甲面上的粉层，缝隙里面也是扫干净啊，甲沟的缝隙里面清洁干净粉层，然后用海绵抛轻轻的把我们甲片的这个底部有多余的小毛屑，我们用海绵抛细的那一面，轻轻的给它都刮掉。甲片的屑屑不处理干净，它就会妨碍我们涂胶的时候的包边步骤啊。用海绵抛细的这一面，把屑屑打干净。清洁干净甲面之后，我们来涂抹干燥剂。干燥剂可以稍微碰到一点点皮肤甲沟的地方啊。干燥剂是去油去水的，夏天顾客会涂防晒霜，冬天顾客会涂护手霜的情况下，我们就一定要使用到干燥剂搭配结合剂，来增加我们美甲的持久度啊。结合剂的话，我们是一定不能留甲沟的啊，离皮肤要有一个1毫米的空隙，不要涂到皮肤上。像这样子，我再来给大家回顾一下干燥剂和结合剂的作用。干燥剂是去除甲面上多余的油分和水分的，结合剂是什么呢？结合剂是增加底胶的持久度、抓附力的。两个虽然它们都是水剂，但是它们的作用是不完全相同的。干燥剂你任何品牌都可以混搭啊，任何品牌都可以用，只要是它能快速干燥的。但是结合剂的话，建议你使用到的底胶要和你的结合剂是同一品牌的，才能增加持久度。有可能它们的成分不统一的情况下，你使用结合剂反而容易整层剥落啊。待结合剂挥发完毕了之后，我们来涂抹底胶。首先第一个，先大面积的平涂，涂靠近皮肤的地方，我们就快速的涂抹，稍微用力一点，把我们的胶按压到我们所有的划痕里面的感觉。接着取少量的胶去往后缘推，无限接近皮肤，但不要碰到皮肤。涂侧甲廓的时候，一定要掰开甲廓，我们整个侧线都要包裹到位啊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。整个侧线包裹到位，然后左右画括号的包边包一下，像这个样子，我们的底胶就涂抹完成了。我们去照灯60秒，底胶照干之后，我们运用建构的手法去涂抹延长胶。一样大面积的平涂，找范围。涂抹延长胶的时候啊，我们后缘可以稍微留一点点缝隙，大概0.5毫米左右的空隙是可以的啊。但是侧线不能有缝隙啊。
涂抹好打底的这一层之后，一样取一个胶珠，因为我沿的比较长，所以我的胶珠就取的多。一样用涂建构的技法去涂我们的延长胶，然后塑形的情况下，我们的延长胶一定要有一定的厚度，整体厚度至少要在一个1.5毫米左右啊。涂抹好胶珠之后，我们用笔尖尖调整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特别的凹陷处。没有凹陷处了之后，我们才能什么呢？我们才能倒过来，一样调整一下我们的胶珠的高点，用小笔啊，让它整体的高点是在整甲面的1/3处。本甲的高点和我们延长的高点是不一样的啊。高点好的，我们延长甲的整体高点是整甲面的后缘1/3处。那如果你是本甲的话，上一期有强调过本甲，我们可以回去再看一下。我们这一次只讲我们延长甲，然后，但是观察的角度是一样的，侧边后缘的1/3处，然后指尖它要是在什么呢？左右对称的地方，停留过久了，我们就需要让它回正回一下，不然这个胶珠就会太靠近，不然这个胶珠就会太立体了，不行的。正过来微调一下，因为我讲的太久了，然后我的延长胶是比较稀的，它就会过于集中，是不行的啊。然后倒置调整高点，从侧边观察我的高点大概是在整甲面后缘的1/3处，然后从指尖观察它要什么呢？左右对称。调整好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正过来了。正过来，然后看一下左边右边有没有过于的凹陷。有凹陷的地方，我们就要用小笔把它带过去，差不多这个样子的一个状态。两边要稍微厚一点，两边不要太薄，两边太薄就没有办法塑形啊，但是也不能过厚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多次调整的。这个样子我们就可以去照灯了，照灯15秒左右啊。好的，我刚刚升到大灯里面去照了15秒，可以看到，我们来拉近一点看。两边是特别宽胖的，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去做什么呢？做塑形的动作。为什么只照15秒？照灯15秒的目的就是为了塑形。我们的延长胶稍微固化了，但是来仔细来看，我们去夹它的时候，看得到吗？是夹得动的。如果你照灯时间过长，你在塑形的时候夹不动，就说明你照灯时间错误了。然后每一个延长胶的塑形时间都是不一样的，它是跟你什么呢？跟你手头上的这台灯和你的延长胶的固化时间有直接关系的，并不是统一的啊，塑形的时间不是统一的，所以我们要根据手头上的灯和延长胶进行测试，大概基本上都是10到15秒之间。那么你如果是光疗灯的功率特别高的情况下，你可能照灯时间就要更短一点，理不理解这个细节了？啊，塑形的时间是不一样的。接着我们用塑形夹去把它整个夹瘦来，你看已经瘦了一圈了。然后我这根手指头可以让它再瘦一点点啊。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甲床出现了泛白的现象。那么你在夹动它的时候，我们来看啊，一定是什么呢？夹的是胶，看得到吗？受力点是胶，受力点不要夹到顾客的这里，看受力点不能有任何一丝丝夹到顾客的肉，夹的是我们这个胶的部位，看明白没有？的同时，我们要往这个中间用力的情况下啊，我们要往这里用力的情况下，一定要询问顾客他疼不疼，不能一蹴而就。什么叫不能一蹴而就？塑形讲白了就是用塑形夹搭配延长胶，有硬度的延长胶，把我们的这个甲床给它夹瘦来的这个动作叫做塑形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不是说所有的顾客能一次性你就给他往死了夹，夹的死疼的，那样会造成后期这里甲床受损，太疼了，甲床就会受损，后期就会空甲，这个部位后期就会空甲，所以是不行的。我们一定要按照顾客舒适度的前提下进行塑形。像那种本身就是天生是扇形甲，这个指尖特别宽胖的顾客，我们一次不可能给他夹得很瘦的，会经过大概3到4次的塑形的调整，使得他后期甲床变瘦啊。所以不是一次性夹好的。接着我们在什么呢？用塑形夹夹住的情况下，用手持灯
进行什么呢？30秒的固化。手持灯照灯30秒之后，我们再把它放到大灯里面去照灯60秒。我们的大灯照完了之后，我擦去浮胶，接着打磨一下甲面。因为我们做塑形的话，两边就是为了刻意的是什么呢？我给大家讲解一下，一定要是刻意的留厚一点点，看。两边一定要刻意的留厚一点，就是稍微胖出来一点，这样我们再去捏的时候它才有什么有厚度，有厚度才出现硬度，有硬度的情况下，我们这个塑形后期才不会容易什么回弹。很大一部分同学就是老师我塑形总是回弹，是为什么？告诉你，两边左右两侧的这个胶的厚度不够啊，所以我刚刚刻意的是不是两边留的比较胖，这样我再去捏，就像我们的塑身衣一样。我们的塑身衣一定要是什么呢？鱼骨够硬，对不对？我们才勒得住我们腰上的那块肉。那如果我的塑身衣是软趴趴的、薄薄的，那我后期塑形的力道是不是一下子就被我这个甲床的肉给撑开了？理解这个道理吗？所以如果你要做塑形，你两侧的这个胶的延长胶的厚度一定要稍微厚一点点，你做塑形才是有意义的。不然你就光夹的那一下，好像瘦了，但照完灯之后来看，它一会儿又胖回去了，那个就是错误的塑形。理解这个意义了吗？好的，接着我们来打磨一下甲面。打磨甲面之前一定要擦去浮胶啊。好的，塑形过后，我们的甲面修形啊，整体厚度我们要做到左右均匀的情况下。打磨甲面厚度，我们用到的是这个一层残的打磨头，转速大概开到10左右。首先我们去看哪里厚，我们就磨哪里。打磨的时候不要磨到皮肤，我们只要磨我们整甲面胶的厚度就可以了。好的，打磨机修形一样，也是要观察2个角度。侧视的角度，我们是指尖往下落，然后后缘甲根的地方也是往下落的。然后一样观察指尖的这个角度，两边的这个厚度是不是左右对称的、均匀的？有一边厚，我们就要把它磨到相对左右对称。像这个样子一样，其实就是按照我们做完建构的一个形态去进行整甲面的打磨。打磨机修好大型了之后，我们用细的砂条再进行浸泡一下下，因为我们砂条的面积是很大的，它可以均匀的抛磨整甲面啊。来看这里，我们是这个样子下落式的一个抛弧线的动作，看得见吗？有画半圆的一个感觉，有画半圆的一个感觉，这个样子去打磨侧线的。操作顾客的时候也是一样的，不要直直的打磨。磨面上的弧度的时候，一定是这个样子，下落式的落日抛，抛的是什么呢？抛的是一个弧面啊。好像这个样子，从侧面观察，我们后缘指尖都是薄的，然后从正面观察，两侧的厚度都是一样的，往中间收拢。我们要按照建构的甲型进行打磨，用砂条进一步的抛光打磨修形。做好了之后，我们清洁干净甲面。你不做塑形，基本上就不需要打磨，只做建构的情况下，我们一次性把建构做好来。但是如果你要做塑形，老师再给大家强调一遍，你要做塑形，两边的胶就一定要够厚，你这样夹了之后，我们再去照灯60秒，它才有定型的作用，不然一定就会回弹。在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，你塑形回弹的2个要点：一，你的延长胶硬度不够啊，硬度不够，固化之后它的本身的这个硬度是不够的，它就容易回弹。2，两侧的这个胶体来看啊，延长胶的厚度不够。我们做塑形是先把它夹瘦来，然后打磨修形，磨掉多余的厚度，对不对？而不是说你塑形没做好，它又回弹了，然后你一味的把这个胶磨薄来，磨薄胶是不对的。你做完塑形之后，你这里一定要有厚度，两侧一定要有厚度，它才能箍住我们甲床的肉，使其不会回弹。这个真的是重中之重啊，大家一定要听懂。没听懂的可以反复观看一下刚刚的那个厚度，一定要有厚度。好，我们来清洁干净甲面，擦干净甲沟。
来看一下，它就做好了一整个延长塑形的效果。然后只要是我们的甲片，来看一下我们的甲片，贴甲片，不管你用任何东西贴甲片，只要是这个塑料的甲片，我们用酒精擦一下，它就一定会泛白。用酒精擦完了，它就变成雾面了。但是如果我们要涂透色，希望底下是通透透明的，看得见吗？我们就要在这里涂抹底胶。这一步涂抹底胶只是为了让我们做透明的款式，它能更加的漂亮，指尖更加的通透啊。薄涂一层底胶就可以了，就这样薄薄的一层。然后来看一下，我们打磨完之后的这个甲面需不需要涂底胶？建议大家涂底胶，因为我们打磨之后，这里会有一些细小的纱条的划痕，它会妨碍我们涂胶，我们的色胶目标色就会容易涂得凹凸不平，所以也是建议大家打磨完之后，我们整甲面薄涂一层底胶。甲面上的底胶的意义在于，为了方便我们涂目标色不会凹凸不平，不会因为底下一点点的划痕，使得我们要做极致单色的时候，或者是做渐变的时候做不好。这是面上的这一层底胶的作用啊。然后我刚刚涂这个底部的底胶，这里还有一点没涂到，补一下。好的，不要碰到皮肤啊。然后我们底部的这一层底胶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我们的指尖更加的通透透明。如果你是做那种实色，你底部涂不涂无所谓，说实话。但是如果你是做透色的话，你底部的底胶一定要涂，它才会变得这么通透漂亮，理不理解？它才会变得通透。好的，我们底胶去照灯60秒。底胶照完灯之后，我们进入款式的制作啊。先平涂一层目标打底色。老师今天教大家去做腮红甲，也是一个